今年台北市光是从财划法修法之中，就多了452亿元的税收分配，只要来拨出其中的1/10，就有能力来编足捷运建设所需。大家好，我是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言，谢谢大家持续关心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。首先，我要说清楚，地方的自治事权必须回归。交通部要强调，中央团队从来不是局外人。我们始终是地方最有力的后盾，在交通建设上，中央没有缺席，反而是请全力的支援，共同的承担。举例来说，115年度交通部原本提报2200亿元的公共建设预算，这当中也包含了对地方像是捷运这类建设的一个补助经费，但是因为财划法的修法，中央的财源重新分配之后交通部实际只获得了1101亿元，预算被砍了一半，我们的空间非常有限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尽力在全国各地的公平性、急迫性之间取得平衡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努力。今年台北市光是从财划法修法之中，就多了452亿元的税收分配，只要来拨出其中的1/10，就有能力来编足捷运建设所需。台中市的情况也是一样，透过财划法，台中市也新增了290亿元的一个收入，只要拨出其中的1/7，就足以让捷运工程顺利的推动下去，不必停摆。我想这些数据都清楚的显示，地方政府其实有能力自己补上缺口，该怎么分配，该怎么调度，地方政府有责任感，要扛起责任。这些新增的财源本来就是让地方可以更有弹性、更有力量来规划重大建设。交通部也要诚恳的提醒，拿到钱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怎么用，用在哪里，是不是把民众最关心的建设放在前面，这都是地方政府要回应人民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比过去健全了很多。光是台北市就多了452亿元，台中也接近300亿元。中央不逃避责任，我们会持续的提供制度资源上的一个支持，但地方更要展现主动有效的财政调度能力，还有建设规划的一个能力。最后，交通部要再次呼吁，在统筹分配款大幅增加的背景下，地方政府要以市民的需求为优先，编组捷运与轨道建设的经费，积极推动交通建设还有区域的发展。交通建设是人民生活中最有感的政策。谢谢大家。